康熙6次南巡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，在位长达61年。在他统治期间，先后多达6次到江南地区来巡视。康熙的6下江南可不仅仅是单纯的游玩啊，而是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。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：第一，缓和满汉矛盾。秦军入关统一全国的过程当中，曾经杀过一大批汉人。汉人虽然在身体上接受了清朝的统治，但是在思想上还存在着很多矛盾。康熙6下江南，与江南士绅博学大儒深入交流沟通，缓和满清入关时残酷统治下的民族矛盾，进行文化上的融合。康熙6下江南的途中，不断地笼络文人之心，团结士大夫和地主阶级。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地主，团结了地主和士大夫，有利于国家发展。毕竟治理这么大的中国，需要大量的读书人呢。康熙沿途与汉人官员深入交流，通过赐贬赠诗等手段来笼络人心，深受汉人官员拥戴，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得到汉人官员们的支持和帮助，这对于维护国家长久发展十分有利。满族毕竟是少数民族，汉族才是整个国家的大多数。为了进一步缓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，彰显大清王朝对国家的统治和威力，下江南十分有必要。另外，康熙下江南的时候，拜孔子行3跪9叩大礼，而且祭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这对缓和民族矛盾、加深文化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第二就是巡视河工，督察治河工作。治河兴农三藩是康熙重点关注的3件大事。三藩问题解决之后，康熙便把目光转向了治河上。那个时候治理河道很困难，百姓饱受水患之苦。康熙沿大运河一路南下，亲自巡视了河道情况，了解百姓疾苦，做到心中有数，有目的地去进行兴农治河，为更好的治理国家，打造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。第三，对于地方官吏的巡视和整治。大清开国以来，江浙一带有些官员自视是8旗功臣，有的贪赃枉法，有的腐败受贿，有的欺凌百姓。康熙是有耳闻的。康熙本是个勤政爱民的开明君主，这些事倘若是真的，对巩固大清政权，对民族团结，对社会安定是极为不利的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啊！为了一探究竟，他必须亲自自己走出去。江浙一带乃大清税赋重地，必须有个安静团结的社会环境。而皇帝平常高坐庙堂，那些官员的奏折都是一片生平景象。想要得到真相，只能是亲力亲为，明察暗访，只有自己亲眼看到的，那才是事实啊！这为以后更好的统治国家是有帮助的。第4点当然是顺便游山玩水了。江南历来都是繁华之地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，那里景美人美，是很多文人墨客以及富贾巨商的聚集地。九曲关外的满人早已对江南神往已久，国家已经逐步步入发展正轨之后，康熙可以静下心来，去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，平定三藩之乱，收复台湾，天下一统。巡游江南的时机已经成熟，是彰显皇帝权威、表彰功绩的体现，并且江南风景优美，江山如画，美女众多，康熙可以暂时脱离朝堂的喧嚣，纵情于山水美色之中。身为一国之君的康熙，巡视江南，一举数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